你好，嗨，加油！加油！一瓶水被我倒完了，没关系。谢谢，感谢。只有你一个人。那这一个人，天灯大坝，好，阿燕加油！加油！耶！第一次来这边是吗？第一次。这边是餐厅吗？对对，你要走吗？哎呀，你好，台仔。我今晚不该用家的，就在隔壁的那个元宝，然后上面有一个好去然后就来。这个要不要加了？没关系，这个不够，这个不够，这个比这个鸡排。
哇，真大！九九还没那么多，干嘛要干嘛？在搞，这样晒也漂亮。你这样子水就直接喝了是吗？对对，过一晚就是。过滤就可以喝了。去拍红金大棒吗？哦，你回来了。对，哎，你好。演那个。OK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叶。在欣赏完影片之后，希望接下来的解说也能帮助到即将前往登山的你。在这之前，记得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通知哦。本次行程行经4座百岳，其中最主要的山岳为大霸尖山，海拔为3492公尺，为台湾3尖之一，位于雪山山脉圣人线的北端，是泰雅族与塞夏族2原住民的圣山。因山势奇特磅礴而有4季奇峰之称。小霸尖山海拔3418公尺，与大霸尖山不同，小霸尖山能攀登到山顶，但其山壁坚挺险峻，需垂直拉升攀爬陡峭岩壁，是本次路线危险性较高的地段。嘉利山海拔3112公尺，因地势过于平缓，曾经被提议从百岳中除名，但因其地理位置佳，向东可眺望一字排开的圣人线。一泽山海拔3297公尺，为台湾百岳中最北的一座山。这次是从观雾山庄旁的停车场出发，经大鹿林道东线到达马达阿溪登山口，单趟17公里，再从马达阿溪登山口出发，经99山庄到达嘉利山、大霸尖山、
小八尖山和一泽山，单趟约14公里。本次路线来回约需62公里，总爬升约3700公尺。白天最高温大约20度，晚上最低温大约8度。要走大坝主控路线，会从观雾国家公园的大陆林道东线出发，起点位在小型巴士停车场的旁边。在0.3公里处会有大坝尖山登山服务站，需先至服务站做入园报到，可投递纸本入园证，或是透过手机的 APP 做现场报到。大陆林道东线全程19公里，是登大坝前最漫长的考验。但大多数的人会在第17公里处选择走捷径，某处是可以节省回程少走2公里的上坡，但沿途需拉绳陡下，要小心慢行。大陆林道东线位于2022年开放可以骑单车进入，今年2024年再开放可以骑电辅自行车，大大减轻背负重装通过这段路的负担。骑单车虽然比步行快很多，但毕竟是林道非公路，所以路况颠簸。虽然建议是要靠大腿乘坐在坐垫上才能保护臀部和尾椎，但整段林道还是有非常多非下坡路段，需要屁股正坐才能双脚踩踏。就以回程来说，上坡多于下坡，所以回程时对尾椎的伤害会最大，这点大家要特别留意。另外，下坡时双手刹车和龙头也要稳住，当速度太快时要小心经过积水泥坑和大砾石，以免单车会失控。以上是我的经验分享给大家，如果有其他注意的事情，那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去程正常骑程约2小时。但因为拍照和摄影的关系，我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才到达17公里处。回程上坡也比较多，没有特别的停留摄影。那这样骑程时间我花费了3个小时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另外，林道大约在9到13公里处之间呢，会有几处小瀑布流水，有携带过滤器可以在此补充饮水。因为如果携带的水不足的话，等要上993庄的陡上，将会是一大的挑战。走完17公里的林道后，会来到一处旧的公寮，很多人会在此休息、吃午餐、养精蓄锐，因为接着要面对另一个大挑战。从马达溪登山口到达993庄，约4公里的路程，要一口气从海拔1750公尺急速上升950公尺，到达海拔2699公尺。对于背负重装的登山者们，绝对是一项残酷的考验。而我这次最大的疏忽，就是在林道时未补充充足的饮水，导致我有些轻微的脱水。好在我在1.5公里处的时候，在观景台休息时，有遇到正在下山的布农协作小张哥等一行人，他们好心给我满满的水，还有冷泡茶可以喝，并且还订阅了我的频道支持我。真的非常的感谢你们。就讲什么，就我们相遇啊，然后那个有缘的水啊，顺便问一下明天天气怎么样啊？感谢一下大哥大姐们的支援，对，感谢布农登山队，对，让我们有缘在这边相聚。明天登大坝，好，阿叶加油，加油！那我的第2天行程很简单。因为预计6月19号的凌晨要拍银河，所以我第2天选择住宿在中巴山屋上面。原先计划第2天要完成登嘉里山和一泽山，但6月18这天天气不佳，从一早云雾就一直笼罩在大小坝上，小坝尖上偶尔会探出头来，但大坝尖上就从未露过脸，实在是神秘极了。至少在登嘉里山时，还能清晰地眺望雪山到雪山北峰的人线。从993端到达中巴山，单趟路程约5.5公里，不含嘉里山来回的2公里，海拔上升约596公尺。相较第1天的路程，其实轻松蛮多。从4.1公里的993庄，经过约在7公里的野巴鳌山，会上升480公尺后，再来有约0.5公里的缓下坡，会在下降到90公尺，之后一路继续往上爬升140公尺，到8.8公里的一泽山登山口的3230公尺后，剩下的0.8公里就可以慢慢的到达中巴山屋了。因6月18下午2点半左右就抵达中巴山屋，所以用完晚餐之后就早早就寝，于当天晚上11点起床后收拾行李，
准备前往中霸坪拍摄银河。从中霸山屋到达中霸坪只需1公里的路程，大约不到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。虽然这一晚要独自一人度过，但有月光相陪，有远方新竹繁华的夜景闪耀着，那还有眼前一座硕大无比的巨人大霸尖山静静的守候着。不过受到高空云层的影响，今晚并非是拍摄银河的最佳时机，且夜晚低温下探，体感到5度左右，寒风刺骨，在空旷的中霸坪上毫无遮蔽物可以挡风。就算把所有的保暖衣物和雨衣穿上，也准备了1包暖暖包放在口袋里，还是无法消除那寒冷的气息。好在这次有准备自主的用具，把水煮滚后直接捧在手心里握着取暖，真的非常的有帮助。不过大约不到10分钟后就会凉掉，所以必须整晚维持在煮沸的动作，才能撑过这寒冷的夜晚，直到早晨的阳光出来。中霸坪海拔3392公尺，为欣赏大小霸的绝佳位置，也是新台币500元的取景地点。日出后在这里完成缩时摄影，便收拾好装备出发前往大霸尖山。从中霸坪到大霸为轻松的下坡路段，一路下降至11公里处的霸基后，沿着栏杆走之后可以从大霸下方通过。但这里的路况路窄，且旁边为碎石断崖，也需要留意落石掉落，所以要安全并快速的通过。之后再步行不到1公里，即可抵达本次行程最远的一站小霸尖山。要攀登小霸尖山，名副其实需要攀这个字，需要拉绳攀岩而上，而在最后一段几乎是达90度的垂直，所以大多数人会在过了大霸尖山后，把重装卸下，轻装登小霸尖山。但对大多数没有攀岩经验的登山客来说，登小霸尖山相当具有挑战，且有一定风险。好在绳索稳定且踩踏垫不难找，只要抓好抓紧，那剩下就是只要克服本身的惧高症，很快就能登顶小霸尖山了。之后需要原路折返，回程要面对从大霸上中霸的上坡后，返回到8.8公里的一折山登山口。这里也是建议可以轻装登顶，因为前往一折山山顶只需0.5公里的路程。只可惜在中午左右，云雾又会开始笼罩大霸尖山，让回程的路上少了点景色可以欣赏。但强烈的紫外线让我的脸部完全晒伤，回家后也脱了快2周的皮。这次很感谢一路上相助的协作和山友们，有在1.5公里遇到下山的布农登山队提供饮用水，让我平安到达99山庄。也感谢在山庄等我晚归的阿公塞，把晚餐用热，让我享用美味的佳肴和超好喝的绿豆汤。还有在小霸尖山遇到热情的山友们，借我行动电源拯救我的3C，不然我这次携带相机电池4颗、空白机电池3颗和行动电源总共是3万毫安培小时的容量，竟然还发生不够用的窘境。要到达关雾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可预约搭乘台湾好行公车到达，单趟费用300元，或开车自行前往，自由度较高。而重点要抵达马达拉溪登山口，需要通过全长19公里的大陆林道动线。目前有2种方式可以通过，步行或是租借单车。那租借单车的费用3天为1800元，那我是4天则为2000元。而电辅自行车3天费用为3000元。或许下次我会考虑试试电辅车，看看能不能拯救我尾椎真的很痛。至于如何租借单车，各位可自行上网查询。99山庄因海拔为2699公尺，故山庄名称由此而来。山庄组成包括成功堡、餐厅、龙门客栈和厕所等多栋建筑物，为台湾山屋里规模和容量人数较大的。因临近水源处，所以水源稳定，且有冲水式的厕所，也比较不容易产生异味。中霸山屋海拔3295公尺，位于登山步道9.6公里处，是一间避难小屋，无人管理。山屋水源仰赖一旁的水塔收集雨水，如遇缺水，建议要从99山庄备水上来，或是山屋旁有几处水塘，要通过过滤器过滤后再煮沸才能够饮用。另外，中霸山屋也没有辐射厕所。要上厕所的话，需要进入对面的建筑林里，有茅坑可以使用，
所以山屋附近会有非常多的小飞虫，而使用完也要记得用图片买哦。中霸山屋内没有床铺台阶，所以地板是直接堆积沙尘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比较洁癖的话，建议可以携带大型的塑胶袋先当底层之后，再使用睡垫跟睡袋。我当初也没有预期到地板会这么的脏，不过还好我有准备睡袋那一套，我就把它当作地垫使用，才放上我的冲击睡垫。不然要让高单价的冲击睡垫直接接触脏地面，那一定是很让人心痛的。各位如果有住过中霸山屋的话，你们又是会怎么做呢？欢迎在留言处跟我分享哦。入山入园申请的部分，登大霸尖山需要申请入园证，而无需申请入山证。进入台湾国家公园入山入园网做申请，点击入园申请后选择学霸国家公园，需要在入园前5日到2个月前做申请，申请时间要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11点之间送出。勾选项目后选择同意，输入你的队伍名称，选择这次要走的路线，选择想要去的天数。那如果是要在中霸坪拍摄银河，可选4天会比较轻松。那正常是安排3天的行程，所以第一天从大霸登山口出发，通过大武岭到东线会到达马达拉溪登山口，然后走4公里陡上到达99山庄住宿。第二天出发会先到达6公里处的嘉里山登山口，很多人会在折返的时候才去嘉里山。如果你是的话，也可以先跳过这段，直接选择折山。之后经过中霸山屋，然后直接到达大霸尖山，再选择小霸尖山，之后就是原路折返回到山庄，隔天再回到登山口，然后就完成这次的行程。那下一页就是填写好个人的资料，送出即可完成入园的申请。那99山庄的缴费系统是独立的，所以在你完成入园的申请后，会收到缴费的通知mail，里面有提供订单编号、订单代码、汇款资讯和费用。那99山庄每晚费用为200元。缴费完后，可至99山庄官网的缴费退费资讯里查询是否完成缴费。成功缴费后，也可以在入山入园网上看到有审核中变为拟核准入园。如需退费的话，需先到入山入园网做取消入园后，再回到99山庄的官网申请退费哦。这次住宿99山庄有事前先付费大户，每人费用为1000元，有包含睡袋、晚餐和早餐。而中霸山屋就需自行准备2次过夜，我是带轻量的干燥饭，只需要加入热水就可以温饱1餐。而我这次吃的干燥饭是蒙贝尔的干燥饭，只需泡热水3分钟就可以食用，比起大部分的干燥饭要10到15分钟快很多，而且口感上吃起来我觉得是完胜台制的干燥饭。价格的话，建议有机会一定要去日本采购，因为我这次的干燥饭就是去年2023年在日本购买的，一包换成台币不用到90元，相较在台湾购买的话，将近快要200元。买一包马上现赚1包，真的非常的夸张。这次装备整体重量约是19.48公斤，摄影器材30的部分占了4.23公斤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那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说出你的感想，或是分享自己的经验。我是阿叶，那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拜。